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啊！姚老师、罗老师和牛建渣 team 啊，他们的论文啊，终于在 A 站上线了啊！但是网站出了问题啊，很多朋友大家都看到了，不能下载 PDF 格式的文件。原因呢，我可能找到了啊，我会在视频的最后面给大家说说。我们先看论文，先念论文啊。机器翻译的呀，肯定和原文有差距。我只是做了很少的这个校对，翻译的内容啊，估计还有不少错误啊。欢迎大家多拍砖。论文的主要作者呀，还是和上次一样啊，我们就不多说了。论文的标题叫呢，铜取代磷酸铅中低磁场微波吸收的奇特记忆效应啊，这个 strange 奇特啊。我们看 abstract 啊，我们在铜取代的磷酸铅中啊，观察到了低磁场微波吸收啊，后边用这个 LFMA 来简称，显著的滞后效应，就是low field microwave absorption 啊 LFMA。那通过在外加磁场下连续旋转样品啊，这个效应被削弱，无法通过强磁场恢复，但是会在2天后自发恢复，这表明了它具有玻璃涡旋的特征啊，并排除了任何铁磁性的可能性。发现了 LFMA 的强度在 250K 左右急剧缩小减小，提示发生了相变。然后呢，采用金格规范模型来解析这些效应为超导麦斯纳态和涡旋玻璃态之间的相变，并计算了其中的缓慢动力学。那我们继续看正文啊。可应用超导体的研究啊，吸引了100多年的兴趣。超导相变的关键温度 Tc 一直是实际应用中的关键参数，因为在正常压力下，最高的超导温度啊仍低于150K。随着实验技术和材料合成的发展，高压条件下，这个 Tc 已经达到了250K 以上。但是必不可少的是，约100G 帕的压力是一个严重的障碍。但是啊，最近李施培等人呢声称，他们成功合成了一种新的室温常压超导体啊，即铜掺杂铅磷灰石啊，就是后边用 CSLA 来代替啊，也称为 LK99。为了验证这个令人惊讶的发现呀，几个独立小组呢按合成程序进行了验证啊，应该是几十个。他们根据 X 射线衍射结果呢，基本证明了CSLA 的结构。那迄今为止啊，可能的麦斯纳效应和室温下的零电阻还没有被报道。此外呢，一些采用预测的晶体结构进行第一性的原理，就是 DFT 计算，也为可能的超导性提供了理论支持。李等人提出啊 ，CSLA 的结构具有2个同心圆圈啊，外圆圈起到保护内圆圈的屏蔽作用，内圆圈形成了准一维就 one dimension 的这种传导通道。他们提出的基本思想是用铜取代外围的铅原子，以收缩整个结构。那这种1D 的超导模型呢，可以很好的解释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各项异性悬浮。因此极大的鼓舞了我们去揭示可能的一维强关联机制与磁通量。先前啊，我们已经报道了 CSLA 中的同基自由基具有足够长的相干时间以进行量子操作，这为成功合成提供了有用的提示。到目前为止啊，只有混合粉末证明了有可能的超导特征，所以常规的电学和磁学测量啊，在当前阶段还不可行。那从其他的超导材料研究历史中，我们了解到啊，微波吸收的检测被证明是确定混合物中是否存在超导性的适当方法，这启发了本论文的主要课题。我们按照李等人的合成 CSLA 样品，通过连续波微波吸收光谱学，在 X 波线波段的 EPL 光谱仪上对样品进行测量。微波功率是 4.743 这是 MW， 调制幅度呢是1高斯，调制频率呢是100千赫兹，使用的 BDPA 标准矫正了磁场，使用液氮的牛津仪器 CF935 连续冷却器实现低温环境，温度通过
牛津 ITC4 温度控制器控制，精度为正负 0.1K。如果我们先前报道的那样，在外加磁场约3350高斯时，同基自由基对 X 波段微波产生了最明显的响应就像这个论文中的图所示图还有点小。这个强顺磁信号会掩盖常规直流磁测量中的其他信号。那这个强顺磁信号呢，可以通过微波技术很好的与其他信号区分，这是微波技术的优势所在。值得注意的是从0到2600高斯存在一个超宽的吸收信号很有趣的，它等待我们下步研究。除了石英管中的铁离子的一个小的信号峰，我们将这个区域分为3个项，一个是小的0到30高斯的平台，一个是正信号30到500高斯，一个是负信号500到2600高斯，将它们分别称为麦斯纳态、涡旋玻璃态和正常态。那我们顺着磁场正反扫描，在450高斯以下观察到一个突出的滞后效应，与扫描与扫速无关在此磁场以上滞后效应完全消失，排除了正 LFMA 和负高磁场信号一起构成的发酵共振信号的可能性。我们猜测负信号指的是正常态下的磁阻效应第一转折点和分支点可以实现为下部和上部临界磁场 HC1 和 HC2， 在本例中的分别为30到450高斯。那为了显示完整的滞后曲线，我们必须反转磁场方向，但由于仪器限制我们只能将样品的旋转180度，并反转信号和磁场的正负号，像图 1b 所示，观察到一个漂亮的滞后曲线。我们可以看到改变取向时信号几乎是连续的，数值没有明确的平滑处理，部分原因呢是基线没有被抠除。如果我们将微波吸收的产生归因于涡旋的生成，那么它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松弛，导致了这种滞后。值得注意的是EPR 信号实际上是交流磁化率虚部的导数，也就是这么一个导的公式那这个滞后曲线实际指出了相关激发态随直流磁场的特征。我们因此整合信号并绘制出了虚部交流磁化率，从中呢可以观察到随着直流磁场近似线性变化的关系。温度依赖的微波吸收导数像这个图 2a 所示，所有的温度下都观察到了滞后效应，峰的位置几乎不变。这种弱的温度依赖性也不支持磁性响应因为随着温度升高发酵共振会变得更加锐利并接近 EPR 峰。作为比较我们也绘制了不同温度下的相关 EPR 谱，随着温度升高呢，它通常明显下降。那图 2b 呢显示了直接冷却、旋转和冷却的比较效果，前者是直接冷却样品而不进行任何初始磁化，后者呢是首先在磁场中旋转样品以饱和吸收，随后呢冷却到 200K。发现呢这个饱和样品在饱和吸收后呢，即使在低温 LFMA 也会消失，而高磁场的负信号一部分会恢复这再次证明它们来自不同的机制。那随着温度升高导数 LFMA 强度首先增加，然后在 190K 急剧下降，像图 2c 所示，表示相变发生，临界的温度 TC 大概是 250K。那上述实验结果共同指明了 CSLA 的主要特点正的 LFMA 磁场扫描期间的滞后效应，旋转时的饱和吸收与奇特的长时间记忆效应，以及一个相变的弱温度依赖性。我们因此指定最可能的机制是超导涡旋。那低磁场下微波功率的吸收与直流磁场的协助指向小的这个超导能系相关的亚稳激发态出现为涡旋。
涡旋爬行和松弛啊，具有玻璃态慢动力学，以产生磁场扫描和旋转中的记忆效应。由于样品为粉末相，准一维晶格中涡旋的随机取向，使它们仅响应具有适当取向的磁场。总之啊，我们在 CSLA 样品中啊，这是结论啊，我们开始说结论了，就是后边这个结论了。总之啊，我们在 CSLA 样品中发现了显著的 LFMA 滞后效应和记忆效应。这种效应啊，在磁场扫描和旋转中足够稳健，并会在长时间后失去记忆。LFMA 强度的温度依赖性显示在250 K 存在一个相变，就是零下20多度啊。然后我们在晶格规范模型的框架内计算了超导麦斯纳态和涡旋玻璃态的相图。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继续提高样品的质量，以实现完全悬浮和通过增加活性成分来实现磁能定扎。我们也将考虑微波功率存储库的应用。啊，这就是论文的内容。中间那些计算的东西啊，我是没念，就这些哈。一个是念起来不方便，有的也比较咬口，只是把论文前半部分和结论部分跟大家讲了一下，不叫讲了，念了一下啊。因为这里边啊，这个 CSLA 就是指这个 LK99，就是铜取代磷酸铅啊，就是 Copper Substituted Lead Apatite 它的缩写啊，所以里边出现很多的 CSLA， 你就可以理解成 LK99 啊，就是这种化学物质。其中 X 呢表示这个铜的量啊，但这种材料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所谓这个十分常压超导的这个材料，但是论文中好像没有提到具体怎么替代的啊。那 LFMA 呢，就是指这个论文里边主要的这个手段，就是低磁场微波吸收的英文简称 Low Field Microwave Absorption， 就是论文标题中的这个。所以刚才说的 CSLA、LFMA， 一个是指那个研究的材料，一个是指研究的手段啊。所以这篇论文呢，就是通过测量样品啊，在这个低磁场下的对微波的吸收的情况呢，来研究它的性质。那低磁场下这个微波吸收呢，也是检测超导相的手段之一吧。好吧，这就是论文的内容。我和大家一样啊，也是在这之前没看到过论文，大概在50分钟前啊看到了论文，然后翻译给大家念念。注意啊，不是解读，解读呢还要靠知乎的这个大佬们来 argue 啊。这就是论文。我们刚才说呀 ，A 站的 PDF 下载呢是 unavailable 啊，出现问题了。原因呢，我可能找到了，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收到了捐款。Archive 最近刚刚收到一大批的捐助，包括全球呢是几十个的这个 CDN 服务器的加速服务的这个捐助，捐助单位是 Fastly 啊，这一个服务商。那这个服务呢是18号上线的。可能因为刚上线还需要调试，所以这个论文呢恰好赶上了。当然也有可能有别的原因啊，就是上了 CDN 出现了一些不正常。那说起这个捐助啊，我还是多说两句。archive.org 那这个这个服务器这个网站啊，它是一家非盈利性的学术语音本的服务器。非盈利性，它主要运营资金啊来源包括于部分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捐助，比如说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和计算机科学系SIMS 基金会啊，都对 Archive 呢提供资助。那一些基金会的捐款啊，包括像阿尔弗雷德普斯隆基金会、戈登和贝蒂摩尔基金会等啊，也包括个人捐助。那 Archive 它是接受个人的小额捐款的啊，当然也包括机构会员费。Archive 呢允许研究机构啊和公司呢成为机构会员，以换取最大的下载限额和其他的定制服务，这也是 Archive 的一个收入来源。所以呢，过去Archive 是接受过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就 NSF 的资助的，但是从2013年以后就不再从美国政府获取资金了。是这么个情况，所以简单来说呢 ，Archive 主要是依靠大学图书馆、基金会以及个人捐款以及部分会员收入来维持运营，比维基百科稍微强点。所以呢，它是一个非盈利性的这么一个开放获取服务的平台，它给全球科研工作者提供免费的学术交流和信息共享的渠道，免费的。但是现在呢 ，Archive 上60%的论文某些领域甚至超过这个数字更高，来自于中国的投稿。但是我们中国的捐款并不高，
原因可能很多呀，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学术文化呀，对于开放获取的这种认知是不足的啊，研究者呢更看重发表论文啊，不是支持这个平台建设。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的研究机构和基金会啊，对于开放获取的这个支持可能也不足。你相比这个自建服务，它更倾向于这个商业数据库，是吧？另外那个像个人捐款啊这种文化呀，在我们这儿也不是很普及，还需要发展。也有经济条件啊，各方面支付手段啊这些制约，是吧？所以呢，也有可能啊，有一部分这个使用者呢认为 Archive 是作为海外平台啊提供服务是应该的，没有必要再单独捐赠。所以从长远来看呢，中国的研究机构啊、基金会以及研究者呢，应该负担得起相应的这个社会责任啊，根据自身的这个发表的论文数量啊，适当的增加对国际开放这种知识基础设施的这种像 Archive 的这个持续的资助，这对于这个平台的长期运营也会产生比较好的影响，特别是在 AI 领域。我前面不是统计过吗？一个月啊，我们发了上千篇的这个论文啊，都是 AI 的。所以这些互联网大厂啊，你应该多捐款，除非说你有能力，你把全球的论文标准语言一夜之间换成中文。好吧，这就是今天的视频，谢谢收看。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请您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谢谢大家，再会。